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，我是苗医生。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突然尿频尿急，马上就想上厕所，去了又尿不干净，尿的时候还火辣辣的疼，或者腰部突然绞痛，痛得直不起腰来，这很可能是急性泌尿系感染或者泌尿系结石问题。今天这期视频我要和大家聊聊3个专门对付这些问题的中成药：复方金钱草颗粒、八正合剂和五苓散。大家看完视频之后，不仅能快速缓解尿频、尿急、尿痛，还能帮助排出小结石，甚至连早上起来脸浮肿、眼睛肿的问题都能一并解决了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会告诉大家这3个中成药到底有什么区别，什么情况选哪一个，让大家不再选错用错药。好，在说药之前，我们先搞清楚这些毛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急性泌尿系感染，用老百姓口中的话来说，就是膀胱受刺激了。具体表现是什么呢？4个词：尿频、尿急、尿痛、尿黄短，就是刚上完厕所马上又想去，总觉得尿不干净，尿的时候还疼，尿液颜色特别黄，每次量还特别少，这在西医里叫膀胱刺激征。泌尿系结石呢，就是肾脏、输尿管或者膀胱里长了小石头，这个石头有个特点，就是会引起绞痛，那种痛是一阵一阵的，痛起来特别要命，像有人在用锥子扎你的腰一样，但不痛的时候又完全没感觉。如果石头往下走到了尿道，排尿的时候就会更痛，甚至尿到一半突然中断，因为石头把尿道堵住了。这里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如果你已经痛到排尿中断了，说明石头快要出来了，胜利在望，因为石头已经走到最下面的尿道了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湿热。什么是湿热？就像夏天的桑拿天，又湿又热，让人特别难受。体内的湿热积聚在下焦，就是小腹和生殖泌尿系统这一带，就会引起尿路感染和结石。中医管单纯的急性泌尿系感染叫热淋，有结石的叫实淋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成药，复方金钱草颗粒。这个药主要用在2种情况：急性泌尿系感染和急性泌尿系结石。这个颗粒剂里有4味主要的药，广金钱草是主要，它有个特别的本事，能够利湿退黄，还能帮助排结石。为什么结石跟退黄扯上关系呢？因为不管是泌尿系结石还是胆结石，从中医角度看都是湿热导致的。湿热在体内煎熬，把体内的杂质凝结成石头，金钱草既能清湿热，又能把石头化掉排掉。车前草，注意不是车前子，是草。车前子的利尿力更强，但车前草多了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，它还能清肝胆的湿热。这个草其实就是我们夏天买的解暑凉茶里常用的，口感还不错，实为专门利尿通淋，也能帮助打结石。它的作用主要集中在泌尿系统。玉米须大家应该都见过，它的作用是利水消肿，还能退黄疸。有些女同志早上起来脸浮肿的，查来查去也查不出问题，用点玉米须煮水喝就能消肿。玉米须的作用比较温和，但是范围广，这4味药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清热祛湿、利尿排石、消炎止痛的作用。我们什么情况下用复方金钱草颗粒呢？就是在湿热下注的情况。具体症状看这几点：腰腹疼痛，特别是绞痛，一阵一阵的；排尿困难，或者尿到一半突然中断；尿中带血，因为石头滚动损伤了血管；尿频、尿急、尿痛；小便浑浊发红；咽干、舌苔发黄。这个药还有个独特优势，我在临床中慢慢发现这个药还能治肝胆结石，因为这里面至少有3味药，金钱草、车前草、玉米须都能作用到肝胆。虽然说明书上写的是泌尿系统，但临床用来处理肝胆问题也完全可以。简单总结一下，复方金钱草颗粒既能治单纯的泌尿系感染，也能治结石引起的感染，还不局限在泌尿系统，肝胆问题也能用。虽然金钱草颗粒对排石有帮助，但如果结石比较大，或者症状比较严重，比如出现剧烈疼痛、高烧等情况，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，不能耽误。我们刚才说金钱草颗粒可以排小结石，那如果没有结石，只是单纯小便不舒服，比如尿频、尿急、尿痛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八正合剂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八正合剂的功效跟金钱草颗粒很接近，但有些细微区别。八正合剂的药物组成比较多，我给大家捋一捋：木通、瞿麦、车前子、扁蓄、滑石、
灯心草。这一堆药材都是利水通淋药，就是通过累积药力来加强利尿通淋的效果。大黄，这个用的很巧妙，大家都知道大黄能通便，但在这里不是拿来通便的。古人发现吃了大黄之后，小便的颜色会特别黄，说明大黄的成分可以走尿道，所以大黄在这里的作用是清血中的湿热，把湿热从尿道排出来。而且八正合剂里的大黄量不大，通便作用不强，我们不用担心。滑石特别华丽，这里还藏着一个小方子叫六一散，滑石6份，甘草1份，专门治疗暑湿的。滑石有个麻烦，它本身就是石头，用多了容易成结石，但如果你的石头已经快出来了，堵在尿道里，这时候用滑石就很好，能把它华丽的排出来。栀子清三焦湿热，特别是下焦小腹这一带的湿热也能利尿。灯心草、木通、栀子这3个都有清心火的作用。为什么要清心火？因为中医讲心与小肠相表里，如果我们不仅尿频、尿急、尿痛，还有心烦、失眠、多梦，那就不是单纯的膀胱湿热问题，还有小肠实热。这3味药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情况的。甘草用来缓急止痛，调和药性，因为尿道会有灼痛感、涩痛感，甘草能缓解。我们什么情况下用八正合剂呢？八正合剂用于湿热下注引起的各种淋症，症状包括小便混赤、尿频、尿急、尿痛，小便不利、咽干口燥，舌苔黄厚腻，黄是热，厚腻是湿。现代医学里尿道炎、膀胱炎、肾盂肾炎宜注意，肾盂肾炎不是肾炎，很多就是慢性尿路感染，不要被吓着。泌尿系结石，只要有上述表现都可以用。有人问，它跟我们上面说的金钱草颗粒有什么区别呢？说实话，区别不大，但硬要说的话，八正合剂更适合热淋，就是单纯的尿路感染，有热的表现，因为它清热的药更多。金钱草颗粒更适合石淋有结石的情况，因为它排石的药相对多一点，而且不局限在泌尿系统，肝胆也能用。这里给大家2个重要提醒。第一，中医里的淋症不是淋病，淋症就是淋漓不尽的意思，是尿路感染，淋病是性病，两码事，大家千万别搞混了。第二，如果我们自己开方，其实还可以加一味药，黄柏。黄柏清下焦湿热，有点像广谱抗生素，效果会更好，但这2个成药里都没有，这是个小遗憾。我们前面说的复方金钱草颗粒和八正合剂都是针对有热的症状，但有些朋友他可能没有明显的上火表现，反而觉得身体很沉重，四肢浮肿，小便还不通畅。大家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同样是解决小便问题，前面2个都有清热的成分，而五苓散却没有呢？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，因为它们针对的问题不一样。金钱草颗粒和八正合剂针对的是湿热，而五苓散针对的是身体里水湿停滞的问题。它就像一个身体的排水泵，可以把我们身体里多余的废水给抽走。五苓散这个方子是中医的经典方剂，我们来看看它的组方都有啥。泽泻、猪苓、茯苓这3味药都是利水消肿药。注意前面那一堆木通车前子叫利水通淋，这3个叫利水消肿，分类不一样。泽泻的利水力最强，猪苓次之，茯苓再次之，但茯苓有个特别的本事，就是能补脾。猪苓跟茯苓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古书说，长在松树根下的菌核是茯苓，长在杂树下的菌核是猪苓。茯苓能补，猪苓不能补，但猪苓的利水力更强。白术跟茯苓是黄金搭档，白术不是利水，它是补脾燥湿。桂枝这个药在这里有个特殊作用，不是解表治感冒，而是温阳化气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增强身体的气化功能，把体内多余的水分蒸腾掉、化掉。这5味药加在一起，利水渗湿，温阳化气，专门对付膀胱气化不利、水湿内聚的问题。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用它呢？五苓散主要治水肿，但不仅仅是水肿，只要是水液代谢出了问题，都可以考虑。中医讲的水液代谢障碍包括4种：水、湿、痰、饮，五苓散都能管，只是管痰不太直接，它管的是生痰之源脾胃。具体症状我们看这几点：小便不利、水肿腹胀，呕吐水饮停在胃里，泄水湿往下走，口渴但不想喝水，喝了反而想吐，最后这个口渴不想喝很关键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体内水其实很多，但都是病理的水，
没用的、有害的水，这些水占了位置，所以你会觉得口干，但实际上你不缺水，只是水液分布不均匀。这时候你再喝水，体内本来就多，再喝就更难受了，甚至喝进去就吐出来。五苓散特别适合轻度水肿的人，如果小便量少，甚至有点困难，身体感觉沉重，四肢浮肿，同时伴有口渴，喝水却不解渴，还容易腹泻，或者舌苔比较白厚，那就可能是中医上说的水湿内停了。五苓散还适用于各种水湿内停所导致的问题，比如水肿、小便不利、腹泻、眩晕、口渴等。比如有些朋友在夏天贪凉喝太多冷饮，导致脾胃受损，水湿内停，这时候就可以考虑使用五苓散。如果是严重的水肿，特别是肾阳虚导致的水肿，那就要用另一个方子叫真武汤了。真武汤没有中成药，所以视频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这期视频里的3个成药。复方金钱草颗粒，主治急性泌尿系感染、泌尿系结石，特点既能治感染又能排石，不局限泌尿系统，肝胆也能用，最适合石淋，就是有结石的情况。八正合剂，主治各种淋症，以尿路感染为主，特点清热的药多，还能清心火，最适合热淋、热象明显、单纯的尿路感染。五苓散主治水肿、水液代谢障碍，特点温阳化气，适合轻中度水肿，最适合膀胱气化不利导致的水肿、小便不利。用一句话总结：有结石找金钱草，尿路感染找八正，水肿找五苓。最后大家可能会问的几个常见问题，我做个答疑。问题一，这3个药能长期吃吗？不建议长期吃，这3个药都是针对急性问题的，症状缓解了就应该停药。如果是慢性泌尿系感染或者慢性水肿，往往有肾虚的表现，单用这些药效果不好，需要配合补肾的药。问题2，可以同时吃2个吗？一般不需要，这3个药功效有重叠，选对症的那一个就够了。如果你拿不准，建议找中医看看。问题3，急性尿路感染效果好，慢性的呢？急性效果好，慢性不一定好，因为慢性的症状不那么典型，而且往往有肾虚的情况，需要调整方案。问题4，什么情况必须去医院？如果出现高烧、寒战、腰痛特别厉害，尿血很严重，或者用了这些药2-3天没有明显改善，一定要去医院。结石堵住了可能会造成肾积水，是要紧的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到大家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其他中成药的知识，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紫云健康频道，后面还有更多实用的内容等着大家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